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消失的真相，沉默背后是蓄势待发还是行业博弈？在当下瞬息万变的娱乐产业中，曝光频率往往被视为衡量明星热度的重要指标。然而，2025年至2026年间，一个名字却以反常的方式持续引发讨论。王一博。当其他流量艺人不断进组，频繁上线新剧时，王一博却仿佛按下暂停键，长时间没有新的电视剧官宣。这种异常的沉默，不仅引发粉丝焦虑，也成为行业观察者研究的典型案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王一博到底是在挑剧本，还是遭遇了某种困境？这场关于沉默的讨论远比表面复杂。回顾王一博的职业轨迹，可以发现他曾是娱乐圈典型的高强度运转艺人。自《陈情令》爆红之后，他几乎保持着连续输出状态，从有绯风起洛阳到冰与火，再到电影领域的无名长空之王热烈，其作品密集度极高。资料显示，他不仅在电视剧领域表现活跃，也在电影市场逐渐建立起口碑与影响力。尤其是2024年的《追风者》，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在正剧领域的认可度，摆脱流量演员的标签。正因为此前持续高产，当他突然减少进组时，反差被无限放大，消失感由此产生。事实上，说王一博消失并不准确。从公开活动来看，他依然活跃于多个领域，时尚与品牌代言持续发力，综艺与晚会保持曝光，纪录片与文化类项目不断拓展，职业赛车持续参与。这与他多重身份高度契合，演员、舞者、歌手、赛车手的复合型艺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停下来了，而是将资源重新分配。针对王一博的变化，业内人士普遍给出一个关键词：战略性降频，避免过度曝光，延长生命周期。影视行业制片人指出，在当前市场，演员如果短时间内连续输出作品，很容易出现审美疲劳，尤其是头部艺人。双引号，这意味着高频曝光并不一定等于长期价值。王一博当前的做法更接近一种去流量化路径，即减少数量，提升单个项目的影响力。内容升级，从偶像剧向电影与现实题材转型。另一位影视评论人分析，王一博已经完成从偶像演员到电影演员的过渡，他不再适合频繁出演轻量级项目。双引号，这一点从他近年的作品结构也能看出，减少甜宠偶像剧，增加现实题材与电影项目，尝试更复杂人物。这种转型天然需要更长准备周期，行业环境变化，好项目本身就更少。不可忽视的是，当前影视行业整体处于调整期，资本趋紧，审批趋严，项目周期拉长。因此，没有进组有时并非个人选择，而是市场结构导致。有业内人士直言，不是王一博不拍，是符合他定位的项目本来就不多。双引号，除了策略因素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：身心恢复。有消息指出，他曾因长期高强度工作产生疲惫感，对表演失去短暂兴趣。结合过往行程可以推测，连续拍摄、多线并行综艺加影视加商务、舆论压力，这些都可能导致职业倦怠。5. 网友视角，分裂的舆论生态。围绕王一博的空窗期，网友观点呈现明显两极化，支持派宁缺毋滥。来自 Reddit 讨论区，有网友表示，我宁愿看到高质量作品，而不是连续但平庸的剧。双引号，还有人认为，他现在看起来更放松、更健康，这比曝光更重要。双引号，这类声音认为，沉淀是为了更强回归。焦虑派担心被市场遗忘。另一部分观众则表达担忧，已经很久没看到他的新剧了，娱乐圈更新太快，会不会被替代？双引号，这种焦虑源于一个现实，
观众注意力极度稀缺。理性派关键不在频率，而在作品。也有网友持中立态度，关键不是他多久出现，而是下一部作品能不能打。双引号。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契合行业逻辑。从商业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，王一博当前状态存在明显的双面性：优势，保持稀缺性，避免过度消耗，提升作品期待值，建立多元身份；风险，曝光减少带来话题下降，新观众增长放缓，市场竞争激烈。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，沉默可以是蓄力，也可能变成被动。双引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演员身份中，他的路径更接近一种跨领域 IP 打造：赛车、专业级参与、纪录片、文化表达、时尚、国际品牌资源、音乐与舞蹈、持续输出。这种模式在内娱并不常见，也正因如此，他的低频拍戏并不意味着价值下降，反而可能是从单一艺人向综合 IP 转型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王一博是在挑剔，还是遇到问题？答案或许是两者皆有，但更偏向主动选择。娱乐行业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，而是一场关于节奏与判断的博弈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如果下一部作品质量突出，这段沉默将被视为战略成功；如果回归平平，沉默则可能被解读为错失窗口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不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稀缺。王一博的这段空窗期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节奏控制、自我认知、行业判断的综合博弈。正如业内常说的一句话，真正决定演员价值的，从来不是出现次数，而是作品质量。双引号。或许当下一次他重新站在镜头前时，答案就会揭晓。而在此之前，这场沉默仍在继续酝酿。在分析王一博的策略时，可以横向对比中外娱乐行业中类似路径的艺人，低频高质路线的成功样本。业内常引用的一个逻辑是，真正的头部演员，作品间隔往往更长，但每一部都更重。例如，一些电影咖艺人往往2-3年才推出一部作品，但每次回归都伴随奖项、票房或口碑爆发。影视投资人指出，当演员进入一定阶段后，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能力，而不是资源减少。双引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王一博当前的状态更像是在向电影型演员路径靠拢。失败案例的警示，但这种策略并非没有风险。行业中也存在另一类案例，长时间不曝光，回归作品质量一般，最终被市场迅速替代。一位经纪公司高层坦言，观众是没有耐心的，如果回归没有惊喜，之前的等待就会变成负面情绪。双引号。这也意味着，沉默本身不是价值，兑现才是关键。从商业层面来看，王一博的低频影视加高频商业活动，其实呈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：品牌端稳定且稀缺的顶流资产。尽管影视作品减少，但它在品牌市场的价值依然稳固。高奢与国民品牌并存，代言续约率高，商业转化能力强。品牌方更看重的是稳定人设加高辨识度加粉丝粘性。一位品牌营销总监表示，王一博的价值不在于有没有新剧，而在于他是否仍然具备影响力。双引号。平台端既期待又谨慎。视频平台如爱奇艺、腾讯视频等对王一博的态度则更复杂。一方面希望他带来爆款项目，另一方面对高成本项目更为谨慎。原因在于，当前长视频行业正处于降本增效阶段，这也导致一个现实问题：大制作项目减少，高质量剧本更稀缺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也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早期以数据与打头为核心，刷榜、打榜、控评，属于典型流量时代运作方式。现在
逐渐转向内容导向。越来越多粉丝开始表达，希望他拍好作品，不急于频繁进组，更关注长期发展。有网友评论：以前怕他不红，现在反而怕他乱接戏。双引号，这一变化说明粉丝结构正在成熟。从传播学角度来看，王一博的空窗期之所以被放大，背后有3个原因。对比效应，当其他艺人持续曝光时，他的沉默就显得格外明显。信息焦虑，在短视频时代，观众习惯高频更新、及时反馈，因此一旦没有新内容，就会产生不安。顶流惯性认知，大众对顶流艺人的默认期待是永远活跃、持续出现，而王一博恰恰打破了这种预期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王一博面临的竞争并不只是其他演员，而是整个内容生态，包括短视频平台、游戏、综艺、直播，这些都在争夺用户时间。一位行业分析师指出，现在演员最大的对手不是同行，而是用户的注意力分配。双引号，这意味着即使不拍戏，也必须保持存在感，多领域发展反而成为优势。王一博坚持赛车这件事，其实意义远超爱好，它带来了3种价值：真实性。相比娱乐圈的人设包装，赛车是极少数可以被验证的真实能力。差异化，在内娱环境中，几乎没有同类型艺人，这使它形成独特标签。长期资产，体育与娱乐结合，可能延伸出纪录片、品牌合作、国际曝光。基于当前趋势，可以对王一博未来发展做出3种推演。路径1：高质量影视回归，接拍重点项目，口碑与商业双爆，巩固电影演员地位。路径2：多领域均衡发展，影视加综艺加赛车并行，不追求爆发，成为长期稳定艺人。路径3：节奏失衡，长时间无代表作，曝光下降，被新生代分流关注。为了更真实呈现舆论，我们整理了一些典型声音。支持类，慢一点没关系，作品好就行。他已经不需要靠数量证明自己，现在更像一个真正的演员了。担忧类，太久没进组真的会掉热度，娱乐圈更新太快了，希望不要错过黄金期。理性类，关键看下一部作品，这是一次赌注，但值得观察。沉默是策略还是无奈，还要时间验证。综合所有维度来看，王一博的状态本质上是对传统流量逻辑的一次挑战。过去的规则是高频曝光等于热度，多作品等于安全，而他正在尝试低频曝光、高质量输出、多领域布局。这是一条更难，但可能更长远的路。结语：沉默之中，答案正在生成。娱乐行业从不缺少热闹，但真正稀缺的是节奏感。王一博的这段沉默期，或许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。它既可能成为一次完美的蓄力，也可能变成一次代价高昂的等待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已经不再只是被市场推动的人，而是开始主动定义自己路径的人。而这或许才是比任何一部作品都更重要的转变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